来的正好，那把这螺丝拧开吧。你这体力活又给我。早知道晚来一会儿好。站住！你去哪里？哎，去哪里？归队！走！什么？金生水被抓了？小点声。他是被抓了，但是现在还没有被认出来。暂时没被认出来是什么意思啊？他可能是被宪兵们当成刚被抓来的马路党了。不是，可是藤村也在那个地下实验室工作呀。金生水被认出来是早晚的事儿。我知道，现在还想不到那上面去。关键是他马上就被当成实验品给解剖了，得赶紧想办法把他救出来。你先别着急，金生水应该在半个月之内不会有任何生命危险。为什么？我刚接到上级密电，已经查出关东军防疫积水总部就是731部队。他们的行事密令是，为了确保实验数据的准确，绝对不会使用不健康的人体来做实验。所以说，这些实验品在被实验之前，会经过半个月的催肥管理。什么叫催肥管理？我听说，催肥大概就是让他们吃好的、喝好的，在健康舒适的环境下保持健康的体魄。他们还要定期的做身体检查，半个月以后身体合格的就会被拉去做实验，那不合格的，不合格的也会被拉去做实验，只不过是次等实验品罢了。听你这么说，那就是说我们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把金生水救出来了。理论上可以这么说吧，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，比如说，我们怎么和大家解释金生水这段时间失踪的状况啊？进去。体重71。
不能给点吃的啊？能不能再给点吃的？我饿了。有没有人呢？喊什么喊？来，拿着。哎呦，谢谢啊。医生，我问问，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做体检啊？你不要着急，等你体重达标了，自然会给你安排的。那我体重什么时候能达标？看你这个瘦样，再吃半个月好的吧。谢谢啊。刚刚运来的货，我们的人手不够，让马武泰给运动运动。光吃不动会影响我们实验的材料。还有就是，他们那木头的脑袋加上木头的身体，可真就成原木。明白。兄弟，你看，有件事儿，你能不能？你有事？进来这就甭想出去了。你还能有什么事？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能不能帮我把他们引开啊？我还想多活几天呢。如果我帮了你，就会立刻被处死。这死之前的阶段是最难受的，那才真是叫生不如死。我知道。这样吧，如果你能帮我这个忙，我愿意给你全家人10根金条。我的家人都已经被鬼子杀光了，孤身一人，要你的金条有何用？兄弟，如果你相信我说的话，我坦白告诉你吧，我的家人也全都让鬼子给杀了。如果你能帮我把他们引开，我出去了，一定会回来救你。救我就算了，兄弟，看你说话像真的，咱们也算是刎颈之交。我叫大刘，东北沈阳人。出来，都出来干活！都出来了，都出来干活！把门都打开，让他们都出来！快点，快！都给我听好了，今天晚上，站住！站住！立正！送到解剖室，还可以用。
水，你可回来了，我都担心死了。为了救我，还牺牲了一个兄弟的性命。这个仇我们早晚会报的。哎，你跟我说说，下面是什么情况？说来话长，以后再说吧。行吧。你知道吗？野夫又出了个坏主意，他说要邀请全镇子的人去日本旅游，还要发钱。你信吗？我当然不信了，100个名额呀，天下怎么会有这么免费的午餐？其实这就是100个马路的，100张通往地狱的直达票，我们必须要阻止它。但是我怕来不及了，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填表报名了。喂，我是金深水。哦，野夫区长。做工作。哎，据我所知，大家报名都非常的踊跃，连我都想去了。你答应过我让我去的。要不这次我跟他们一起去吧？好，好，见面再聊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一半的人领了衣服之后，现在开始反悔了，想让我去现身说法，跟大家做做工作。哎，那你要劝大家不要去啊？我的大小姐呀！怎么了？我要劝他们不去，他们肯定是死啊！我要劝他们去，那也必须要想一个非常好的方法，那他们有一线生机啊！我现在是左右为难。哎，我说，这事儿我可要批评你们了，做人太不厚道了。说喜欢和服的也领了和服了，现在又说不去了。不去可以啊，那行，你们都回去把和服都给我洗干净，然后再送回来。你说说，去日本旅游多好的事儿，吃好的，喝好的。我要不是在这医院里给人看病的话，我自个儿早就去了。行啊，你们不愿意去得了，我自己带着人去，好吗？我自己出国，好好长长见识去。啊，别，金先生，那个我们还去，就是那个我们刚才那个申请，千万别作废了啊！对，还去，哎，我可没有这权利啊，决定权在于你们，你们自己想想看。别，金先生，我们还去，这衣服我们还要，那个旅游费可千万别少了啊！哎，那个大家伙儿，这出国旅游是个好事儿，那咱们回去准备啊！走，旅游去了。你还好吧？没事儿，就是点小感冒。中佐阁下，川岛加强小队待命。共产党游击队活动再次猖獗，司令官派你们过来，这下我们就放心了。我们一定完成任务。司令部已经给我们加派了人员，还增加了3挺重机枪和1个掷弹筒班，就算再多的游击队也不在话下。请您尽管放心。不可大意。新安排的机枪，一半用于防空。因为这里是国民党的空军势力范围，还有
一定要加强盘查，凡是过往人员没有良民证的，不能说明去向的，一律扣押，直接交给模范区宪兵安排去向。是。你这么咳，肯定是感冒了，要不回去输液吧？没事，我抓紧飞药回家。申水军，林小姐。镜子，镜子小姐，我上午来看过你，看你不在，这是我亲手插的花。申水军，你的病更严重了吧？林小姐，是不是该给申水军输液啊？我也是这么说呀，可是他不听，他非要说回去吃点中药就好了。不用，真不用。我知道你医术高明，可是西药无论如何比中药要好得快，这个时候您该输液。真不用了，镜子小姐。院长大人，院长大人，您的医生生病了，可是他坚持不肯输液。我认为，作为一个医生，应该先让自己身体健康，才能认真工作，不让人担心。任水军，你的情况看起来很不好啊。镜子小姐说的对，你应该马上去输液。林医生，快扶他去吧。好，走吧。38度5呢。烧这么高得多喝水。你现在就是该好好休息，不能说话，睡一会儿吧。你醒了，怎么样感觉？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而且毛我已经好多了。要不然你回去吧，镜子小姐，这有护士能照顾我。况且你还得回去照顾孩子们呢。我本来是该回去照顾孩子了，可是有些人比孩子还不听话，让人放心不下。回去吧，放心好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那你要答应我，一定等病好了才能出院，行吗？好，我答应。告辞。怎么办啊？100多条人命啊！现在都在医院2层住下了，说是体检有吃有喝的，弄得跟菜市场一样。事情都既然已经走到了这步，那咱们就只能想想对策。这不明摆着是去送死吗？哎，你别这么消极，总会有办法的。能有什么办法啊？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给他们都注射氰化钾，能少受点痛苦。咱们可没权利这么做啊！干脆就这样，直接告诉他们，这旅游根本就是一场骗局。他们其实是被拉去做苦力的，一半留在满洲种田，一半被拉到北海道去种田。这北海道的耗子比猫还大，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。
就说，输液不管用啊。你这身体可做不了马路的。哎呀，你倒是说对了。我在下面的时候，也还真是好吃好喝，那饭菜比富士山西餐厅的吃的都好。那当然了，他们想要健康的身体，这样出来的数据才够准确啊。哎，你说如果让这些人都得了感冒或者是什么其他疾病的话，是不是就能摆脱被实验的命运啊？你聪明啊！哎呀，哎，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啊，就让他们得感冒，重感冒，哎，干脆让整个桃花镇都得重感冒，来一场流感怎么样？好主意！太好了。体温正常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出国名额的事情听说好像是假的，我就想嘛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好的事情？你一会儿跟大家说一声啊，千万别上当了啊！哎，不要跟大家说是我说的啊！放心吧，知道。你们好，好，一定要跟大家说啊！哎。哥几个，歇下，歇下！我跟你们说，刚才那护士告诉我，出国旅游都是假的，不能，怎么是假的呀？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那我们怎么办？要不然一起想个办法。局长，今天这事儿，多亏了金医生。所以我说他是快跑。一会儿，咱们去医院观察一下。毕竟，100多号人呢，迅速转移地下。哎。38度5，38度1，39度1，38度6。38度7。好，不要读了，胡闹！叶夫君，你是怎么看管的？对不起，都怪我忙着部署城外的防卫了，忽视了内部。堡垒往往就是从内部攻破的。我马上调查清楚。不管是谁想出这个主意，第一说明我们的用意很可能已经被猜到；第二，先给他们治疗。如果只是一般的感冒，半个月怎么也痊愈了。我们早晚要上咱们这条船的。报告，进来。我们已经排查清楚，镇上名字里全部有“哥”这个音。我们强烈的怀疑，周鹏所说的老哥其实是老葛，也就是我们截获电文里所提到的葛老，军统的大特务。我们请求抓捕。我曾经劝过葛老，让他走，可是他说他不怕。看来他是要和小鬼子拼到底了。周鹏肯定是说了什么，才会被人杀害的。现在葛老的情况很危险，必须要立刻转移他才行。虽然你们曾经是敌人，
但是现在大家都是抗战的同胞，不能让他白白的就这么牺牲了。叶父可能已经怀疑到我参与了这件事情，目前为止，没有被怀疑到的只有你了，所以还恳请你去一趟，努力让阁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。现在时间就是生命，快去吧。 是我，李玲。我和金深水已经商量过了，你必须要转移。组织上早就命令我团结模范区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所以你们现在必须立即转移，只能强行出城了。出城以后有游击队接应。好。 你知道吗？以前在我家里，我的爸爸和哥哥们都是反共的。那个时候，会有很多叔叔来家里做客。其实他们是共产党人，但是他们从来不在家里谈论他们的信仰，因为他们知道我爸爸不喜欢。但是我总能感觉到他们和常人不一样，尤其是当他们看你的时候。 当他们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那种感觉是值得让人信任的。其实我也听过很多关于共产党人不好的言论，比如说他们是共产共妻，说他们嗜血如命，说他们是一群无情无义的土老帽，其实什么都不懂。但是有人改变了我对他们的坏印象。我现在觉得，只有共产党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敬佩的人。深水，你不觉得李玲就是这样的人吗？虽然他在人堆里不起眼，可是当他看我们的时候，当他跟我们说话的时候，都是那么的利落干脆。他把一切的事情都分析得有条有理，他是那么的有逻辑性，绝不拖泥带水。 总之，当他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总是会不自觉地被他吸引。他这个人有一股独特的人格魅力。我觉得我们好像已经都被他融化了，你说呢？张龙，你让那边。报告没人。报告没人。报告没人。站住！哎，太君，别开枪，别开枪！这么晚了，你要干什么？啊，我这奉那医院的要求啊，出城呢采购点急需药品。对了，你看，这是我的证件。深夜出城需要有宪兵队的特别通行证，你有吗？这出了急，这是藤村院长他安排的。哦，是吗？那你等着，我确认一下。
医院发生的一系列蹊跷事件，让藤村对医院内部产生了怀疑，尤其是正在住院的金生水。也不知道丽丽现在怎么样？真的很担心他呀。喂，你好。哦，是镜子小姐啊。啊，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？金生水他睡了。那好，等他醒了，我会转达你对他的问候。你放心吧，他没发烧。好，镜子小姐再见。我得赶紧去看看他怎么样了。我也去。李黎，你回来啦！我刚才和葛老分手以后，听到了激烈的枪声，也不知道他顺利出去了没有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。行了，回去慢慢谈吧。好，走吧。走。一切都已准备就绪，只待您一声令下。你打算对金深水怎么处理？一起抓做马路塔。不可，此人于帝国还有大大的利用价值。那把他转移到丹家如何？行动千万小心，不要惊扰他。护士，护士，护士，护士。哎，金医生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好点了吗？我怎么了？其他人呢？你已经发烧昏迷了1天1夜了，他们都去郊游了。郊游？嗯，金医生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。金医生，您先躺下休息吧。不是我不用躺下休息了，我已经好多了。那行，那您先坐那儿吧。啊，谢谢谢谢。金医生，你好点了吗？哎呀，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康复了。那就好。刚才给你量了体温，36度8，很正常，没什么大碍。那我就可以出院了吧？不行，我必须去向上级领导申请一下，你才能出院。
喂，金先生已经没事了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我马上去看看他。进来。金大夫。哎呦，哎，坐。哎呦，我特意给你带了点水果过来。坐。谢谢。怎么样，身子好多了吧？哎呀，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感冒发烧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还躺了1天1夜。一天一夜？啊？我躺了1天1夜了。您都不记得了？前天晚上您发烧到41度，多亏现在有了青霉素啊，要不然失去您，对我们桃花镇那是多大的损失啊！秦处长，你又拿我开玩笑。哎，对了，秦处长，咱们镇上其他得了感冒的镇民呢，不也应该在医院吗？我怎么一个都没看着啊？要不然怎么说你运气不好呢？别人早就康复出院了，打个针吃个药，现在已经活蹦乱跳的到日本去旅游去了。你呀，就是平时风流倜傥惯了，这大雁和姑娘，把你这身子都掏空了吧？哎呦，哎，你看瞧我这嘴，一天到晚没个把门的，见怪别怪啊，说秃噜嘴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他们真去日本了？是啊，今天一早上坐火车去的。我想想啊，现在这个点儿，应该已经坐上轮船了。你看，就是没这福气。谁说不是呢？就差这半天呢。看到你好了，那我也就放心了。哎，我这啊还有别的事情要忙，那我先走了。哦，好，我也马上出院吧。好。你说我这事儿真是的。再多休息一下啊。你马上去一趟野副区长办公室，就说我已经探过金神水的口风了，他刚刚醒，对之前发生的事情是一无所知，请区长先生放心。金深水昏迷了1天1夜，醒来的时候，却发现医院里已人去楼空。金深水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喂，我是金深水。听到深水君出院的消息，真是令人高兴。哦，镜子小姐，我们晚上一起吃饭吧。下次吧，我感觉还是有点累。可是，我今天特意早起去的早市，买了鲅鱼，专门做了您爱吃的鲅鱼寿司，就等着您出院呢。那好吧。能够跟美女一起吃饭，反正也不累。那你看我们在什么地方见面呢？既然是我为了你，那就我来医食堂吧。啊，那恭敬不如从命，那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。深水。哎，你来了。来，我专门给你熬的百合桂花粥。哎呦，真香啊！你怎么样了？感冒好了没有？好多了，不过说到这儿，这2天医院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？没有发生什么怪事啊。不过这2天存荣医院给所有的医生都放了假，让我们集体去郊游。
你知道吗？我已经昏睡了1天1夜了。患感冒对实验结果有什么影响吗？我们已经对2个患感冒的马鲁胎进行实验，但得到的数据和之前实验得到的数据偏差很大，根本没有参考价值。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恐怕是没有。既然我们的细菌武器是针对正常人使用，那么我们的实验对象也应该是正常人。明白了。如此一来，只好先把他们的感冒治好，然后再拿他们做实验。嗨，我们剩余的健康的马鲁塔还有多少？再用1、2天就用完了。不过新的马鲁胎马上就送回来，有30个。哦，很好。金医生，镜子小姐来了。哦，让她上来吧。哎，深水君，鲅鱼馅寿司来了，好新鲜的，快！抱歉，我不知道林小姐也在这儿。没关系，应该我说抱歉才是。啊，我是看深水君生病了。啊，这个是医院同事给他熬的，他们托我给他带过来。那你们就慢慢聊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林小姐，不如留下来一起品尝吧。新鲜的鲅鱼寿司，我亲手做的。谢谢，不过我还要赶回医院值班，就不打扰2位了。我就先走了。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？镜子小姐说的哪里话？怎么能说是不是时候呢？我呀，这2天一直都没好好吃饭，都饿坏了。来来来，快请坐。还真没想到，我跟林小姐有同样的心意。快尝尝。哎呦，这寿司可真够美味的。谁要是能够娶到镜子小姐这样的，那可真是上辈子修的福分。深水君说笑了，我哪有林小姐贤惠？我听着，你吃醋了？怎么会呢？不过深水君有没有想过，林小姐喜欢你，李小姐喜欢你，我也不讨厌你。如果一定要让你选一个结婚的话，深水君您会选哪一个呢？你来了，去，快坐。我本来想去找你来着，听说你们去旅游了，我不太明白，怎么一夜之间医院的病人全都消失了？我来找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情。你是不是怀疑有人对你做了手脚？我不是怀疑，我是肯定。我是个医生，我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非常的了解。即便是我烧到40度，也不可能昏迷1天1夜呀。所以旅游这件事情很蹊跷，
现在只有一种可能了。你是说，藤村真的把他们抓去当了马路达？药物已经发生药性，现在其实不处于昏迷状态。他们竟然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抓走了真民。你别难过，这不是你的错。这就是我的错，这就怪我。要不是我出的那些馊主意，他们也不可能被抓走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啊？按照医学常理来说，病人是不能作为实验体的，因为这样做实验得到的数据误差很大，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。这样一来，藤村肯定就把他们关起来，先集中进行治疗，等到他们痊愈之后，再把他们送到地下魔窟进行实验。如果我们没猜错的话，事情应该就是这样。感冒治疗起来并不难，不出3天就能痊愈。所以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一定要把大家救出来。我们晚1分钟，他们的生命就多1分危险。救是肯定要救的，但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关在什么地方。如果你要是藤村的话，你会把人藏在哪儿？桃花镇这地儿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虽然难猜，但应该不会走得太远。不是还要回来做实验吗？我们只能想想别的办法了。想把100多号人悄无声息地转移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所以，我们再找找仓库之类的地方吧。那咱们就分头行动吧。一旦找到了线索，就尽快见面。哎，记着啊，一定要注意日本人的眼线。知道了，我们一旦暴露了，桃花镇就完了。很抱歉，各位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。之所以这么突然把大家从医院转移到这里，是因为我们医生发现大家的感冒和高烧很有可能是鼠疫的初期症状。也就是说，大家很可能已经染上了鼠疫病毒。为了方便治疗，也为了不传染给其他镇民，我们今天可以将这个之前的仓库开辟出来，安置大家，作为一个临时的隔离区。大家不要惊慌，我们大东亚共荣模范区有着充足的特效药，只要大家配合我们的治疗，一定能早日痊愈。不可能！你说我们得鼠疫，我们就得鼠疫啊？啊！你有什么证据？拿出证据来！如果只是普通的感冒，我们会在大热天穿了这么厚的防化服吗？像这样大规模的感冒，
这桃花镇绝无仅有，而且大家都知道，在靠近我们州镇所发生的鼠疫，很可能已经传上了我们的模范区。这并非是危言耸听，所以我需要大家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。我们会尽快让大家回到镇子里，和家人的团聚。尽快。待多久？那不是要待一段时间吗？鼠疫的厉害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你们这样子回家，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缺儿老小？难道一家人染上了鼠疫，你们才敢相信吗？只要相信我们一定能把它治好。模范区的各位镇民们，今天我们再一次的相聚在这里。在这里，我曾经和大家分享过无数喜悦，但是今天，我不得不向大家通报一则令人痛心的消息。我接到一封电报，电报中说，我们运送镇民的旅游专列，在上海郊区遭遇了国民党特务事先埋伏的炸弹，列车爆炸脱轨，车上无一人生还。出于对死难者的尊重和哀悼，我们决定对死难者的家属给予赔偿和优待。虽然我们知道这并不能安抚你们失去亲人的痛苦。不要钱，我们要人，人都没你看一看，简直就是一派胡言！我真想一枪毙了这个野夫！你看看这报纸的头版头条写的什么？旅游列车是让国民党特务给炸毁的。这个藤村和野夫简直是机关算尽。那可是上百条的人命啊！就让他们这么一句话就给抹掉了。就算他们骗得过百姓，他们也骗不过我们。我们千万不能放弃。如果连我们都要放弃的话，这些百姓真的就没人来救了。你看到那些家属伤心的样子了吗？妻子失去丈夫，孩子失去了父亲。这种痛苦。这种痛苦根本就是无法忍受的。那我们要不要把真相告诉他们？没用的，镇民们都是手无寸铁，即便是你把真相告诉了他们，也是无济于事，最终的结果还是惨死在日寇的枪口下。那我们就只能这样坐以待毙。你先让我想想。治疗感冒是不是需要感冒药啊？治疗感冒当然是。等等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这么简单的问题，我们两个之前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要想治好100多个人的感冒，肯定需要大量的感冒药啊。如果你要是藤村的话，你会去哪里找这批药？当然是村荣医院。村荣医院垄断了整个桃花镇的所有西药，而且又在藤村的直接掌控范围之内，他肯定不会舍近求远。我们只要弄清楚这批感冒药的去向，就一定能找到镇民的藏身地点。全体起立！经过多名医生细心的诊治，第一批共计12人，
已经痊愈，可以出院了。喊到名字的，迅速出院，站到前面。周卫清、尤文凯、李刚、任世强、张富贵。哎，副官，帮我给老婆带句话，就说我过2天就能回去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得好好养病啊！哎，第6个，好，何冰冰、洪良顺、跟我走。哎，愣着干什么？走。对咱可真不赖，竟然主动给我们治病，不花钱还不说，竟然开车送我们回家。就是，要是放在前几年，那姓蒋的都不一定管咱们呢。你俩少说2句吧，啊！别忘了咱们都是中国人。今天啊，咱们不准谈政治啊，高高兴兴回家，什么都别想，什么都别讲啊！这几天可把我给憋坏了，正好透气。想媳妇了吧？请进。情况怎么样了？药品管理处的情况我已经摸清楚了。医院药品的进出记录，除了管理人员和院级领导，其他人无权查阅。这个药品的记录放在科长办公室的抽屉里，坐办公室的只有科长一个人。所以说，这个药管科科长金不换，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。那你打算怎么对付他呀？带咱们回家吗？就是啊，回来这儿了。下车！下车！哎，长官，不是说送我们回家吗？这怎么回事？对啊，各位不要惊慌，这里是存荣医院的仓库，在各位回家之前，还需要对各位进行一次彻底的身体检查，以确保病菌被彻底消灭。大家跟我走吧，下车。走吧。慢点，慢点，快那边。进来。哎呦，林小姐，哟，这什么风儿把林大小姐吹到我这儿来了啊？有什么事儿，尽管说。您坐啊，金科长。啊，好。哎，您知道的，医院呢新来了一批护士。按理说，新人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才能上岗。护士长呢说让我给他们讲解一下药品常识，这个没问题啊。可关键是，这药品啊拆了包装以后，别说他们了，就连我自己呀，也分辨不清哪个是阿司匹林，哪个是阿莫西林啊。哎呀，真是愁人啊！这不，来向您这个药管科科长取经来了吗？怕丢脸是不是？
我当你苦着个脸干什么来了？没关系，有什么事儿尽管问。金某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那就在这儿啊？哪能委屈林小姐啊？这样，我请林小姐去富士山宾馆的咖啡厅去聊。能请到林小姐一起喝咖啡，那可是我金某3生修来的福气哟。哎呀，那好吧。哎，不过我得说清楚啊，我这么做啊，可完全是为了工作任务。好，能和林小姐一起喝咖啡，就够我偷着乐1个星期的了。看你说的，行吧，那咱们走吧。走走。走吧，金科长。好，走走走走。哟，你怎么这么小心啊？难不成这屋里还藏着金条银条吗？哎，藤村院长吩咐的事，不敢不照办呐。好，走。走吧。来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怎么了？你看，你刚才还让我小心呢。哎呀，这就崴着脚了。小心点，这儿路滑。你也慢点啊。好，慢点。扶着我。好。这楼梯也真是的。好。老金，老金，不是说好了吗？下午来找你下象棋。这不是又上樱桃阁潇洒去了？